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耐克的 Kobe 8 Pro Chill。我手上的这个配色是相对比较忠于元年的薄鞋舌版本的 What the Kobe 配色，在外观上跟元年几乎没有区别，除了内嵌的鞋垫从元年的 Luna 改为了 React 之外，肉眼几乎看不出其他有什么不一样。当然，元年的 What the Kobe 8，它的鞋垫在后跟还有一块马蹄形的 Zoom， 配置相对来说会比其他的一些普通配色要稍高一些。不过我当时就只穿过全掌 Luna 的版本，这里就不展开说了，好吧？在科比8还没有复刻之前，网络上有特别多的兄弟都说，科比8代是神鞋或者其他什么鞋款是神鞋之类的话。但是复刻之后，在大家穿了之后都说好像也就那样，没有那么神嘛。他们又会说，复刻的不行，没有元年的好，偷工减料之类的，巴拉巴拉一大堆。其实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大家，科比8代这一双鞋，即使是元年的版本，它的性能表现也算不上顶级，可能只是在重量方面确实非常顶，即使是放到现在也绝对是 T0 级别的存在。但是这一次的复刻，大家也都知道，在重量方面上升了不少，单支42.5码的重量来到了350克，而元年相同42.5码的重量，我记得是在300克以内，260多还是280多，记不太清了。我只在网上找到了一个46码的重量是303克，可见这一个复刻版本在重量上确实是涨了不少。当然元年的科比8为了跟当时阿迪达斯的 Crazy Light 较劲做最轻的篮球鞋，其实在很多地方都做了割舍，强度耐用性都比较糟糕。我读大学那会儿体重还比较小，比现在轻得多大概150斤左右。当时我记得非常清楚，我穿元年的科比8代，在一些对抗横移的时候，它的鞋面经常会兜不住我的双脚，所以后来我就直接给它二手出掉了。后来在毕业工作之后，跟我一起买科8的兄弟因为不打球了，把他的科8送给了我。刺客配色真的非常帅，但是因为太久没穿，我穿了没多久之后就出现了大面积的开胶，还有内衬的皮质老化这一些问题，也没有办法继续穿了。后来我还买过大师之路，但是因为比较贵也舍不得真的拿来实战，最后也就出掉了。我是特别不愿意把篮球鞋放着看的，我觉得篮球鞋就应该拿来打球。如果我觉得我可能舍不得穿，或者是没时间穿，那我一定不会把它留在身边。我觉得低价处理掉会使这些篮球鞋更好的归宿。那扯得有点远了，还是回到我们今天的主角，这一双复刻的 Kobe 8 Pro Chill 身上。这一双鞋在我体验下来，相比元年，它确实有不少地方得到了提升，但是也有除了重量之外同样下降了的地方。那如果屏幕前正在观看这一期视频的你，最近有想要购买 Kobe 8 Pro Chill 的冲动，希望你可以把这一期视频看完。这一期的视频一定能够让你更深层次的了解到这一双鞋。基础性能我们就不过多去聊了，对于这一双鞋来说其实没什么太大的意义。大家也都知道这一双鞋在抓地抗扭以及稳定性方面的表现都非常棒。不过有一点还是要提一下的，就是它的耐用性会比元年要稍好一些，大底的纹路更深了，只要不用来打外场应该可以穿比较久的一段时间。那我们还是主要来聊聊这一双鞋的一个风格化处理，看看这一双鞋会更加适合哪一类型的球员去进行选择，也看看这一双鞋它身上这些优缺点你是不是能够接受，好吧？首先变化最大的一定是它的中底，元年 Kobe 8身上用的 Luna 鞋垫确实衰减非常快，基本上穿个3-5次就没有什么太多脚感了。但是也就是因为这个特性，元年的 Kobe 8成为了一双非常极致的篮球鞋，不管是在重量还是场地感上面，都很少有鞋款能与之匹敌。在磨合完成之后，中底会变得非常贴地，就像一辆极其低趴的超跑。而这一次复刻的 Kobe 8 Pro Chill 则没有那么极致，中底的重心会稍高一些，当然绝对也还算是贴地的，这一点大家可以放心。而且中底所使用的 React 鞋垫也没有那么容易出现衰减，起码在我这一段时间的穿着下来没有感觉到跟之前有什么特别明显的区别。在保持着低重心的同时，反应性也同样非常出色。在发力蹬地的时候，脚底下的反应非常干脆，完全不会有任何一丝泄力感，并且在此基础上，它的缓震极限也会比元年要高不少。元年的
科比8代啊，虽然在中底的脚感上会比复刻的要稍微柔软一些，中底的密度啊会更低一点，但是缓震极限复刻的会明显要高很多。我180斤的体重，即使是在单纯使用脚后跟着地的情况下，震脚的感觉也并不是特别明显，而更高的中底硬度啊，还给这一双鞋带来了更好的中底刚性，在做一些大幅度变向或者是对抗蹬地动作的时候，脚底下的球鞋也不会出现夸张的形变，这一点也是复刻版本啊相比元年有明显提升的一个地方。但是随着中底硬度的上升，中底的整体过渡会比元年版本下降不少。它的中底啊让我想到了 Sabrina 1代，当然啊它的贴合度肯定比 Sabrina 要好很多，但是不管是在正常跑动还是在蓄力起跳的时候，它的中底过渡都会比元年要稍微差一点。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啊，因为我还有一双元年的科比9代。复刻的科比9代和元年的科比9代之间啊，区别最大的就是这一点。元年的中底过渡非常的丝滑，但是复刻版本的过渡啊就会比较生硬一些，尤其是在后跟触地的时候。不知道兄弟们想不想看啊科比9代的元年和复刻版本之间的对比视频？如果你们想看的，那我也尽量给大家出一期视频来讲解一下，好吧？而鞋垫对于中底过渡的影响，科比8代啊比9代要好很多。复刻的科比8代不至于特别的生硬，还算能够接受，对于正常实战不会有太大的影响，这一点大家可以放心。还有一点啊，就是这一次复刻版本的鞋垫跟鞋仓之间的贴合度并不算特别高，我一直觉得啊这一点是抽拉式鞋垫的一个大忌。在正常的实战过程中，其实并不会有什么特别明显的感知，但是一旦强度上来了之后，在防守对抗横移急停的时候，能明显感觉到这一双鞋的一体性是不如元年版本来的好的。鞋垫跟双脚之间的摩擦力很大，不会出现打滑的情况，但是啊，鞋垫在鞋仓内却会出现一定的位移，导致在防守失去重心的时候很难再扑上去补防。这一点啊，是我体验下来在这一双鞋身上最大的一个不足。除了这些之外啊，在中底方面其实没什么别的不足或者是亮点了。而在鞋面方面，更多的还是提升。鞋楦用的是一个正常宽度的鞋楦，对于脚型的包容度还算不错，只要不是大宽脚啊，都可以适配。至于尺码的选择，大家按照自己正常耐克的尺码选择就行。如果脚型偏宽啊，可以适当选大半码。只要选择了正确的尺码，它所能提供给我们的包裹体验还是非常不错的，舒适度出色。虽然啊鞋舌特别的薄，但是鞋带勒脚的感觉并不会特别的明显，鞋面也不会有卡脚的情况出现。不过在上脚初期啊，鞋面的弯折点处是会有一点点卡脚情况存在的，磨合个几场之后就会完全消失，这一点大家可以放心。至于它的鞋面强度比元年啊真的要好不少，不管做什么动作，鞋面都可以很好的兜住我们的双脚，而且在我这一段时间的穿着下来，鞋面的强度也没有出现特别明显的衰减，透气性也特别棒，而且在动态情况下也能很好的锁住我们的双脚。在鞋面这一方面啊，它的表现没什么可以挑剔的地方，各方面的表现都非常棒。OK， 这一些啊基本上就是这一次复刻的 Kobe 8 Pro 跟元年之间的一些区别。不知道大家看完这一期视频之后啊，购买的欲望是上升了还是下降了？相比元年，它有更好的强度表现，但是在重量方面啊，确确实实是上升了，重心也会比元年要稍高一点，整一个鞋脚一体性也会有一定的下降。相比元年科比8的极致啊，这一次的复刻版本会更加的均衡。只要你对于低帮的篮球鞋不反感，对于缓震的需求并不是特别高，那这一次的科比8代你就可以去进行选择，并且啊也能得到不错的穿着体验，不管什么打法，不管打什么位置都没有问题。如果你对于科比的球鞋啊有特别大的执念，那买一双复刻版本的科比8代肯定比买一双 Sabrina 强，对吧？但是啊，如果你只是想要纯粹的实战体验，那同价位段一定会有更好的选择。而相比 SPO 的 Player One Plus， 我会更愿意去选择后者。科8啊，除了在场地感方面会更好一些之外，其他各方面的表现，我觉得 Player One Plus 都会更加出色，这一点就看大家相不相信了，好吧？OK， 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大家观看本期的亚当球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还有点意思，欢迎大家在各大平台搜索亚当球鞋找到我，记得要点击关注哦，这会对我有非常大的帮助。好了，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大家有空来做 ，Peace。